Hello，大家好。房地产投资赚钱的基本规则就是低买高卖，这么简单的道理谁都懂。但是为什么近几个月却有人在做相反的事情？他们在去年房价达到峰值的时候杀入房产市场，又在利率飙升、房价暴跌的时候抛售房产。除了要承担房价的损失之外，还要承担高额的交易和持有成本，损失非常惨重。如果说降息之前冲进房产市场的人是掉进了央行的低利率陷阱，那么现在以高房价和高利率冲进房产市场的投资者，完全是掉进了贪婪陷阱。在正常的房产市场，人们还能相对保持理性。根据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的数据，从1980年到2016年，加拿大的房价在扣除通胀因素后，每年增长率大约只有 2.5% 左右。疫情爆发后，房价暴涨，严重刺激了加拿大人。这2年几乎人人都喜欢高谈阔论房产市场。想一夜暴富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有条件的投资房产，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投资房产。人们疯狂借贷，并且丝毫不担心加息导致还款能力下降。有些人通过银行贷不了款，就干脆去找利率更高的私贷机构。这种疯狂最终推动加拿大房价在2年内上涨了 47%。与其他投资一样，房产投资也是有风险的。在一般情况下，房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升值，但是在非常时期，房子不但不会升值，反而有可能价格暴跌，尤其是在加息和经济衰退周期。我们已经看到了史上最快的加息周期，而且还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1月份全国平均房价同比下跌了 18.3%。因为加拿大央行同时受到高通胀和鹰派美联储的双重压力，预计他们还将进一步加息。现在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在预测房价下跌，比如牛津经济研究院认为，这一波加拿大房产市场的调整将是史无前例的，调整规模将略高于1970年代经济衰退期间的平均跌幅。他们还认为，目前加拿大的房产市场调整只进行了一半。房价自去年2月份达到峰值以来，已经下跌了 14%， 到今年年中将再下跌 16%。房价触底的时候将下跌 30%。 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预测，今年全国平均房价将同比下跌 5.9%。 多伦多房产经纪协会预测，多伦多的房价将下跌 4%。 BC 省房产经纪协会预测，他们的房价将平均下跌 7.2%。 路透社2月15日至28日对13位住房专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加拿大的平均房价已经从2022年初的峰值下跌了 15%。 专家预计今年将再下跌 12%， 预计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房价将分别下跌 15% 和 12%。 牛津经济研究院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称，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多年的过热之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房价在2年内上涨了 47% 之后，截至12月，实际房价已经连续9个月下跌，在短短1年内下跌了 19%。 从历史上来看，飞得越高就摔得越重，房产价格大幅下跌一直是住房危机和银行业危机的先兆。紧缩的信贷供应会加剧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会反过来推动抵押贷款违约率飙升，最终可能会发展成银行业危机。牛津经济研究院现在把加拿大列为银行业风险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加拿大抵押贷款造假问题非常严重，因为通过银行抵押贷款越来越难了。你想，目前最优惠的利率都已经达到了 6.7%， 要获得抵押贷款利率所需的压力测试利率为 7.37%， 所以贷款造假问题十分严重。莱格为彭博社所做的调查显示， 47% 的人认为抵押贷款欺诈很常见， 12% 的人认为抵押贷款欺诈很普遍，只有 5% 的人说抵押贷款很罕见。为了获得抵押贷款， 17% 的受访者表示认为夸大收入是可以接受的， 18% 的受访者表示不实陈述就业细节也是可以接受的。信用报告机构艾可菲的数据显示，加拿大2022年第2季度的抵押贷款欺诈率比疫情前高出了近 30%。 申请人伪造银行报表、收入信息或者是就业数据的情况是抵押贷款申请中最普遍的欺诈，在贷款欺诈中约占 92%。 现在皇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准备金增加了5倍，达到 5.32亿加元，国家银行不良贷款准备金增加了4倍。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超过70%的浮动利率客户已经达到触发利率。现在这些浮动利率客户所有的抵押贷款付款都用于支付利息成本，其中超过1/4的摊销期限为35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私人抵押贷款承担了更高的金融风险。根据加拿大央行最近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第4季度，私人抵押贷款约占加拿大所有抵押贷款比例的18%，其中仅安省的私人抵押贷款价值就从2019年的130亿加元增加到2021年的224亿加元，增幅高达72%。安省金融服务监管局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4%的房主认为月供同时用于支付利息和成本，而实际上很多人的月供仅用于偿还利息。这说明选择私人抵押贷款的房主根本不了解他们贷款的风险和真实成本。私人抵押贷款利率要比银行高得多，目前私人抵押贷款更新续贷利率都在10%到18%之间。利率太高，导致今年绝大多数私人抵押贷款都无法续约成功，可能他们最终只能被迫抛售。为什么利率那么高还会有人选择私人抵押贷款？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借款人信用评级较低，而银行只为信用评级较高的人提供贷款；二是私人抵押贷款审批比银行速度快得多，贷款人能快速获得贷款。有些买房的人必须在短时间内获得贷款资金，否则会面临违约。三是选择私贷往往能获得比银行更高的贷款额度，那些需要更多资金买房的人就只能选择私贷。加拿大是世界上家庭负债最多的国家，现在加拿大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为184%。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在2016年至2021年期间，65岁以上未偿还住宅抵押贷款的人数从120万增加到150万。CMHC 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有抵押贷款的人口比例持续增加。正所谓别人恐惧我贪婪。前段时间加拿大房产市场那些高杠杆投资者动辄损失几万、几十万加元，并没有让人变得更加保守。即使是面临央行继续加息和经济衰退的风险，很多人仍在试图杀入房产市场。他们的投资行为和当前的房产市场趋势看起来格格不入。心理偏差理论认为，人们在进行投资和决策行为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认知和行为的偏差。这些偏差通常会导致投资者做出错误的决策。比如股票投资者往往倾向于留下表现最差的股票，因为投资者大多有厌恶损失的心理，这是人性的弱点。人们一般都不愿承认自己失败，接受损失。投资者留下表现最差的股票，目的是等待反弹，避免损失。在房产市场中也是如此，房产投资者往往很难做到及时止损，更希望等待市场反弹，结果时间拖得越久，损失越大。现在市场上那些死扛的人基本都是这种心理，这也是目前房产市场库存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错失恐惧症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理偏差。人们可能会因为害怕错过好的买房时机而失去理性，这在整个疫情期间都很常见。最近几个月，有很多着急抄底的人也属于这种情况。从去年春季房价见顶以来，就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抄底活动。很多人最初可能是抱着抄底的心态进入房产市场，结果底线越来越高，最后抄底变成了高位接盘。未来等待他们的可能就只有套牢这一条路。房产投资者应该尽量避免心理偏差导致的错误投资策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不受市场情绪和媒体炒作影响。加拿大房产市场销量腰斩，买卖双方僵持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时间了，估计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了，因为高杠杆投资者已经坚持不了多久。现在已经能看到2月份多伦多、温哥华和卡尔加里的市场数据，这3个城市的房屋销量都同比下降了 47%。 加拿大央行认为每年大约有110万户家庭续约贷款，因为春季是传统旺季，本来就是抵押贷款续约的高峰期，再加上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房价都是在去年3到5月份达到峰值，这意味着大量高风险人群将会在今年5月底之前完成抵押贷款续约，所以留给卖家的时间不多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